隋朝末年哪一支军队的武力值最强？瓦岗军、玄甲军？哎呀，可以这么说吧，隋朝末年，萧国卫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6年，但是却是最精锐的部队，号称战力天下第一。大业13年，萧国卫江都兵变，弑杀隋炀帝，随即西归。宇文化及率领大军击1万多萧国精锐，与瓦岗主力大战于铜山，两强相斗，2败俱伤。瓦岗军多名大将在与萧国军的激战之中身受重伤。此役，瓦岗军首领李密身中流矢，被秦叔宝拼死救出，险些丧命。这也是最后导致瓦岗军实力大损，被王世充在邙山之战中一战击溃的根本原因。还有一件事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《神探狄仁杰》系列之中啊，有一集好像是血鹰之谜吧，当时就提到了萧国军，提到了宇文成都和凤池鎏金塔。当时的剧情是有人借助宇文成都的鬼魂来复仇索命，剧情里面简单说了一下宇文成都是如何被杀的，情节啊很是吸引人。咱们闲言少叙，有了精锐的部队呀，这个将领也是个大问题。客观的说啊，隋炀帝很难去改变什么，军中高级将领都是官2代、官3代、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者，可能他们的爷爷、父亲都是当年的名将，他们也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，但是老子英雄未必儿子就是好汉呢。隋炀帝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在没有培养出好的接班人之前呢，不可能将他们都一撸到底。不过啊，隋炀帝特地下了一道诏命，要求只要是大隋的勋略，就不能兼任朝廷的文武实职。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御史应该马上弹劾。至少啊，隋炀帝已经意识到了朝中人才凋敝的严重问题。隋炀帝思来想去啊，最终啊，还是决定提拔宇文述为大军主帅。隋大业9年2月，他特地下诏，宇文述在前线兵败，主要是因为粮食问题，并非他作战能力存在缺陷，因此重新启用宇文述，并加封他为开府仪同3司。随后啊，隋炀帝再次下诏，越王杨同和户部尚书樊子盖留守东都洛阳，代王杨佑和刑部尚书魏文生留守西京长安。至于隋炀帝本尊呢，则带着宇文述和杨义臣2位主力大将轻装前往辽东。杨义臣呢是鲜卑人，父亲尉迟宠，后来被隋文帝赐姓杨姓。据史料记载，杨义臣曾经参加过隋朝对突厥、镇压汉王杨亮以及隋炀帝西征吐谷浑的战争，是隋朝不可多得的英勇善战的将军之一。隋大业9年4月27日，隋炀帝一行渡过辽水，逼近辽东城。为了保险起见呢，隋炀帝采取了兵分4路的策略。他率领萧国卫进攻和牵制辽东城，宇文述和杨义臣带兵前往平壤，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出夫余道，右骁卫大将军来霍儿率领水军从海上登陆，趁机谋夺平壤城。隋炀帝2征高句丽，具体发兵多少啊？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，但可以肯定，和第一次相比，阵仗肯定是小了很多，也低调了很多。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啊，隋炀帝2征高句丽带着明显的复仇心理，他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高句丽，一雪前耻。辽东城外，隋炀帝下达了最重要的一道军令：此次征伐高句丽，诸位将领可以见机行事，不必受任何束缚。言外之意啊，单兵作战，什么孤军深入、屠城、斩尽杀绝，看你们的心情。朕只要最后的结果，让高原跪在朕的面前告罪。这样一来啊，前线主帅的能力得到了完全释放。为了拿下辽东城，隋炀帝发动了云梯攻城、挖掘地道、冲车破城等凶猛的攻城手段，并亲自坐镇监督。大军攻城的时候，隋炀帝特别关注了心目的萧国军将士，看着他们登上云梯卖命冲杀，隋炀帝是倍感欣慰。城破之后啊，隋炀帝下令嘉奖了萧国军，并提拔了一批作战勇猛的将士充当自己的亲兵。与此同时啊，另外一路也传来了好消息，王仁恭带着属下出夫余道，
在新城遭遇到了高句丽的数万大军，王仁恭是毫不示弱，只用了1000多人，便将对方打得不敢出门。此次征伐高句丽，大隋是占尽优势，拿下平壤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悲剧的是，老天爷却和这个悲剧的帝王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。这个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，可以说隋朝灭亡的丧钟就是此时敲响的。这件事情不是出自于高句丽，而是出自于国内，不是出自于农民起义，而是出自于自己人。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出现，高句丽肯定会指日而下。然而历史没有如果，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呢？